天我们来的是贵州织金云上古寨。云上古寨是一个古老的村落，一个拥有100多年的古村落。可以看到，它是处在一个三面绝壁，房屋呢就处在一个绝壁之上。这里鸟语花香，风景如画，宛如一个桃源仙境。云上古寨啊，又名象背上的村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从远处的角度看过去啊，它就像一匹大象一样。然后在这个大象呢上面呢，就是我们的村落，所以说就名象背上的人家。这真的是非常的奇特啊。然后更为奇特的是呢，在这个大山的中间啊，居然有一个山洞，然后山洞里面呢，居然住着一户人家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居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呢？我们现在去探访一下。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云上古寨的山上，然后我们现在走上去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下面这种全是这种石板铺的路。这个石板铺的路啊，大家不要小看它，汽车都是可以从这上面过的。我们刚才就往这里开个车过了一下，是非常的结实的。我觉得这种特别有意思，很原始的一种。对呀。就生在200多年前那种水电不通的那个年代，很原始，让人很轻松自在那种感觉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们是这里的吗？哎，对，是这里。那这个洞里面是你的？我兄弟在里面呢，就在里面呢，可以进去。哦，可以进去看一下。可以进去，他们在里面呢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。啊，可以进去。好。你看到它这个房子全是那种石头累积的，像一个石头城堡一样，很美。是啊，感觉非常的原生态。哇，还有一个做饭的声音，里面有人在做饭，应该。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呢，它外面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城墙，里面呢就是一个茅草屋。啊，叔叔你好，这里是你家吗？你们家吗？是我家。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？300多年了。现在到我是第13代。第13代。哦。那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茅草屋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有多少年了？这个茅草屋也是300多年。300多年，哇，还能保持像新的一样。不是，哪里这个是14年才翻修的。才翻修的。整个村老都是14年翻修的。那您是一直住在这里面吗？是，我出生都在这里。出生就在这里，哦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去外面住呢？我现在在外面住，我以前在这里当支部书记，那这个规划全是我做的。哦，那意思就是你现在偶尔回来一下？偶尔回来一趟，但家里面有人，我都在这里。哦。我现在在前南做工。哦，做工。我看它这些都是悬崖绝壁哈，那它用水的话方便吗？这里？方便。方便。全是山泉水。全是山泉水。那是。挺好的。那这个水源从哪里来的？从上面，上面那个寨子。那你是这个水是怎么运进来的呢？用管道。用管道。铺水进来的。上面那个摩擦比较高嘛。哦，那在很早以前，它没有那种管道，那个水是怎么引用下来的？用人担。用人担就挑是吧？对，去挑水。哦，这种像你们这种地方很少见的，这种比较原始的那种。是。能够保留像我现在这种的，已经少之又少了。嗯，对。那您今年有多大？我45了。45。看起来还挺年轻的嘛。不年轻了。这些都是石头砌的啊。对。那它这个石头也是一块一块的人工搬运上来的吗？是人工搬运的。这个石头有多久了？这个也是300多年了。也是300多年。是防那个匪患和那个野兽的。哦。一说这里以前还有野兽。都是你们一直在这里。这下面是一片大森林。我家来的时候，这里没有人烟的，就没有人烟，就一家人。就2个人。哦。那他这个头顶上那个古寨是还有人家住吗？
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。我是13年启动的。哦。13年启动股寨开发的时候就重新翻修，把所有人都生态营搬到镇上去了。哦。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？很原始耶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它里面内部结构。好吧。哇，它这个实心的拱门很有意思，天哪！它也是没有任何的混凝土或者是其他的，它完全是靠堆砌的。我一直特别精湛。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门的弧度啊，它是怎么做的？我也很好奇。做的这么精美。哇，这边有个水池，还有金鱼，应该是现在养的。它这个是山泉水吧？可以看到。哇，这个你看，要不要煮刚才啊？好香啊！哇，他们这里还要那么那个吗？这个是恐龙菜哈。这个啊。这是野菜鸭脚板。鸭脚板。哦，野菜哈。看起来好香啊！大姐说这个是野菜，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？主要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山洞真的是好大呀，两面透风，可以看到它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大天窗一样，冬暖夏凉的。对，如果夏天在这里非常的爽，因为这个风往这里就吹进来了，特别凉爽。而且晒太阳是晒不到的。这里也是他们对刚好封好的城墙。感觉这个年代已经很久远了，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层泥巴。但是这个城墙我觉得它封高了一点，如果矮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了。不过从这个角度看呢，也可以看得到。哇，它这里还有一个。这厕所吧？厕所。好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，那这里好像有个洞。哇，这个山洞。哎。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水泉，可以看。哇，这里面养的有金鱼。它这个是野生的吗？这鱼？应该不是吧？这个。那它这个泉水挺好的哈，到现在都还有水。对，你可以。很好。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有滴水下来。好，我们近动看一下它这里面。那大哥说它这里是一个，原来是一个土匪的一个山洞。哇，这里已经。这里已经走不进去了。走不进去了，因为是没有灯的缘故。其实它还可以到达更深的一个地方。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刚才用航拍给你们飞了嘛，它上面有2个城墙门。那我们再去它的其他地方看一下。走吧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老古董，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石磨，在古代的时候，不可以说是古代，因为在几十年前，它就是用这种的磨豆腐用的，或者是磨那些需要磨碎的东西。磨豆子也可以。对。对。这个是很原始打的，可以看到很坚硬。这个有的地方现在也还能看到。对，现在很少人用了，基本上都用电给代替了。这里就是它的一个正门，可以看到它房屋上面是一个稻草，看到没有？对，这种很原始的。这里是一个大门，这种老复古式的这种门槛很高。然后我发现它这两个东西不知道叫什么，我是没有见过的。一看得出它特别的精美，上面雕刻的有凤，还有一个看不清的一个叫什么，有一个蝴蝶，还有花。应该是鱼吧？是鱼吗？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大门，可以说是正厅，现在所说的一个大厅。可以看到它的门窗上都贴了有对联啊，所以说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洞主是非常的讲究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洞，一个后厨吧，应该是。哇，这里真的是哇，可以看到，这边居然还有一间小房子，里面有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宽敞的一个地方。哇，这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！对，哇，这里居然还有一个阁楼，真的是别有洞天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
太神奇了吧！就是有点窄，有点难走。它这里是还有一个复式的一个3层，上面还有1层。看来这个山洞还真的挺大的。哇，这里真的是住着的话真的是太舒服了。可以看到这种海洋景，我觉得看到那种海景都不算什么，这种山景嘛，真的是一个绝美。可以看到。对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床，可以看到。这个洞主真的是别有洞天，它这里还可以对外出租的。如果是你想来体验这里生活，可以居住的。我们再到那个3楼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到这个阁楼的上层去看一下。我们顺着这个楼梯爬上去一下。这个洞主真的是别出心裁。哇，这里是一个。你小心点。好。这可能是这里最窄的一处了，只能俯身往前走。哇！山洞，真的是太奇特了。哇塞，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好美啊！你看到群山环绕，一种天然的一种风景原生态。这洞主真的是别出心裁。这里的环境真的是太令人舒服了，我都不想回去了，小雪。那你就不要回去了嘛，这里它刚好有民宿。哈哈，可是我们从早上都来到晚上了，现在都快天黑了。那没办法了，那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但是我太喜欢这里了，这里比较原生态，就是那种比较原始的，是我向往的那种生活。对呀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